上一期我们告别了绝美的火山口湖，回到了 Portland， 吃好喝好休息好后，为期10天的 road trip 就正式开始了。我们的路线是一个大环形，先一路东行，一直开到 Grand Teton， 再往北前进，直到 Glacier National Park， 最后穿过华盛顿州回到 Portland。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先从这段旅程的起点，一个西部小镇 Pendleton 开始吧。天气真的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是傍晚出发的，所以到 Pendleton 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就先去办理了入住。不过必须提一下我们订的这家宝藏旅馆，一个晚上才$80，这个在美国真的算是白菜价了，而且配置几乎算是应有尽有。衣柜还给了 microwave， 还挺难得的。他们的浴室还挺大的，$80多没到一个晚上。给的还是多芬，看不清，就是这样的。早开始我们的 Pendleton 小镇之旅。这是一个西部文化超级浓厚的小镇，每年9月这里都会有全美最盛大的牛仔竞技赛之一 Rodeo Roundup， 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不过小镇本身人口其实才17000人左右，这其中还有将近10%的人口是住在镇上的监狱里，确实有够狂野的。Salon， 我们路过了镇上挺有名的 Hamley Salon， 这是一个100年马鞍公司旗下的超正宗西部酒吧。不过我们拜访的时间太早了，店里都没什么人。它的隔壁是同品牌的咖啡厅，两个店面都挺大，看起来挺舒服的，chill的感觉。这个真的好有那种西部大世界的感觉。You don't find homeless in Cowboy Town. Why is that? 这个看起来很优雅的建筑是一个老法院钟楼，它建于1889年，是俄勒冈州现存最古老的法院建筑之一了。它的到来在当年意味着法律和秩序正式到来了这片狂野西部。虽然法院已经迁移了，它却留下来成为了当地的地标之一。接下来的最后一站就是逛街，其实这也是我们来这的主要目的。Pendleton 除了牛仔文化之外呢，羊毛制品也是相当有名的。这个以小镇名字命名的品牌 Pendleton 是一个有150年历史的羊毛制品牌子，在俄勒冈真的几乎随处可见。他们跟当地的原住民合作，设计了很多带有印第安图案风格的贸易毯，后来慢慢发展出了更多的产品，质量跟手感都挺好的，价格虽然算不上便宜吧，但是也还挺公道，很适合买一点作为俄勒冈的纪念品。很可爱的小配件。哇，这个颜色好好看哦！哇，这个颜色好好看哦！之前是给小宠物穿的，哇，这个超舒服的，哇，超舒服。这也好可爱哦，里面还好挺大。好好看的这件枕头，但有点贵，100。This Oregon Scenic Highway。哇，感觉来了一个电影院，有3个屏幕的感觉，对不对？
看。哇哦，我们到了一个 Open Space Museum， 这里有点像 Arizona。在继续前往 Idaho 的路上，我们顺便参观了一个特别的博物馆，它的全称是国家历史俄勒冈小径解说中心。这里记录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美国历史——西部大迁移。在19世纪中期，一群普通的美国人为了改变命运，决定拖家带口，从东部的密苏里州出发，驾着马车一路向西跋涉了超过3200公里。这一段旅程充满了疾病、饥饿跟各种危险。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幸存者成功到达了俄勒冈，在这个地方扎根，开启了新的生活，也彻底重塑了俄勒冈的未来。大迁移哇！但是这些牛就是有点太壮实了吧？刚出发的时候是不是？ So they have like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hero because it's always two sides of the story. Oh, true. 哇，这些是 the Native Americans. 哇，这个做的还很精致哎，好逼真哦。哎呀。感觉在看《荒野大镖客》现场，好酷！ While I'm journalizing, here the company is playing violin, which sounds like. So this is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To get down to our trail system, you can either head over to the stairs right there or right out through the back door. This is about a half-mile loop. To get down to the bottom is 1.75 miles. It's about that steep. Okay. 终于快到了，现在路过一个叫 Snow Bunny 的 Drive-In Famous Burger。这边的山看起来好可爱哦，像一个包子一样。好可爱的山啊！开了半天的车，我们终于到了今天晚上的歇脚处——爱达荷州的 Ketchum。这里是美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认证为国际暗夜保护区的地方，特别适合观星。不过在天黑之前呢，我们会先在镇上先到处走一走、逛一逛。漂亮，有点欧洲的感觉。地上都是吊的花瓣。这是一个后院，然后这里面是泳池，好像是恒温的。哇，居然会有石狮！啊，坐在花瓣底下，好浪漫哦。这是我们入住的房间，很大哎。这个镜子让它显得好大哦。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喝2杯还挺舒服的。这就是外面的景色，不错不错。
好安静。 You're gonna be very lucky. 今天晚上肯定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星星，虽然我的相机可能拍不出来，但是我的眼睛会很享受。咦，好可爱！好多彩色的小羊啊，有点可爱耶。嘿嘿，那只羊胖的像只猪一样。哇，这有一个很可爱的公园，非常漂亮。好复古。看它这个椅子，有点可爱，都是熊哎。这里给我的感觉真的好像意大利山区里的样子，阿尔卑斯山那一块的感觉，好可爱哦。Country Cousin Store Guided Summer Fly Fishing 哦。这个房子，这个好粗暴，简单粗暴。哇，好酷啊！这是一个 Starbucks， 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很新的样子。这还有一个舞台。嘿嘿，这有一个超级大的椅子，挺可爱的。哇，开始天黑了，月亮好明亮哦。这里没什么路灯。之前提到 Ketchum 的暗空等级可以达到顶级的2级，意味着在天气好的新月夜，这里是直接可以用肉眼看到银河的。可惜我们正好赶上了月光特别明亮的晚上，好在天气还算给力，我们还是很幸运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满天繁星。好了，稍微有一点平淡的 road trip 第1期就先到这里了。不过下一期我们会去一个很酷的地方，一个看起来像外星球一样的奇特之地 Craters of the Moon National Monument 月球陨石坑国家纪念地。这里是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前宇航员进行月球行走模拟演习的地方。随后呢，我们会抵达壮丽的山谷 Jackson Hole， 从那里正式开启我们的国家公园之旅。那么下期见，拜拜。